不敢进去了，很恐怖哎。讲完 Nolly 之后啊，剧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是那个骆师傅很有兴趣的。哪一个啊？你说唐先生吗？再来一次。好，讲完阿派之后啊，其实不是 Nolly 啊。讲完 Nolly 之后啊，还有哪一个角色是你觉得我们可以拿出来说的？因为其实整出剧在小说里面 ，Nolly 的部分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琢磨，对，尤其是在关于性别多元这个议题上面，对。但是反而在小说里面有一篇是提到跟这个比较有关系的是西装店的唐先生。唐先生，对，唐先生的那一篇，他有比较多的是有这样子的隐喻。那当然在电视剧里面也用了唐先生的这个桥段。剧里面啊，我是一整个觉得。所有他要讲的东西都是很隐晦的带出来，我就觉得我得要想好久。但我觉得这很好啊，因为如果说太直接全部脱光了，就是不好看啊。也是啊，也是。对啊，用隐喻的方式，我觉得它会某种程度上诗意跟美化。想一下，对啊，去想一下，思考是好事。对，唐先生这一集就跟阿派有一些关联啊。阿派就是个美男子嘛，对不对？对，也算是 Nolly 以外另外一位天桥上魔术师的颜值担当，真的是这么说。好，那其实在这边的话，也就是会讲到就是阿派这个人的整个形象。阿派这个人的形象也是在第一集就铺陈了。对对对。然后应该是第二集就出来了，对不对？第二集还是第三集就讲阿派。之后越来越多嘛。对。但是后面就比较没有了。阿派这个角色，他是什么星座？他是什么星座？我觉得，阿派就是一个他希望受到瞩目。对。然后就是你看他就是呼朋引伴，但是他就是老大。狮子座。的确，我也觉得阿派他狮子座的可能性很高。对，虽然说他有混过帮派或什么，但是其实就是像姐夫你讲的，其实他在整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都是喜欢大家听他的，而且就是即便他们在唱那个泰山男孩的时候，他也是占 C 位哦。对，占 C 位，对，真的很心机占 C 位。然后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另外一个关键。在唐先生那一集里面，魔术师拿了一个水晶球，对，他从水晶球里面看到阿派的元神是什么？好啦，你到底有没有看片？我跟之前讲的所有的台词，你要么就讲错，要么就记不得。我一天要看多少？好，我知道了。猫，对，它其实它的元神是一只白猫嘛，猫就是对狮子就是猫科，对不对？对啊，哎，怎么那么巧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你去联想，而且狮子座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一般就是狮子座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狮子的女生往往会比狮子的男生更能干一些。狮子女比狮子男更能干。对，因为原则上我们狮子这种生物哈，其实在大自然里面狩猎的都是母狮，对，而且其实我们大家一般会讲说狮子座，我们都会讲到慷慨、乐观、仁慈、王者风范哈。但是其实，在一些占星学家的眼里面，其实狮子座它也有某种程度上面的没有这么的漂亮的个性。例如说，它可能我们会讲狮子是很惜弱扶幼的，是喜欢弱者的一个星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喜欢弱者？没有。因为弱者才会觉得你伟大，才会给你拍拍手。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很多狮子他会是喜欢要这些部分。那也就是说，狮子会很照顾晚辈后辈，这个是好的部分。但是如果他的灵性不够高的时候，当这个晚辈后辈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是。我跟这个晚辈的关系就会怪怪的哦。对，那等一下，你不是要讲母狮子跟好？那这边又在讲到母狮子，为什么会讲母狮子？因为其实太阳这件事情只是一个男性的能量，
那太阳星座这件事情，其实对男生来说是比较直接性的，因为男生是阳性的。但是以女生来讲的话，其实月亮星座的位置会比太阳星座更要被看重。因为月亮是一个阴性的象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太阳狮子跟月亮狮子相比，或者是说你一个女生是太阳狮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往往会看到说她可能喜欢的男生倾向会比较有一点点狮子的那种感觉的风格的人。那也就是说，他这个王国里面他需要一只公狮子，那他来打猎。狮子男跟狮子女在一起的话，往往是这个女的可能会比较强势，对不对？对，是吗？其实这种状况就会变成说，男生会觉得他的那个阳性能量没有办法很好的被展现出来，对，或者是说今天太阳跟月亮，我们之前在男儿王里面有讲到月亮狮子这件事情，同样是月亮狮子的女生会豪爽，没错，也会展现狮子座的那个能量，它会比较自然，因为他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强势，但是不是凶哦，所以月亮狮子不要误会说他是很凶的，但他会比较强势。好，那比较凶的那可能比较冲动的那是月亮牡羊比较像，对，那月亮狮子的女生她也会展现一个女强人，即便她今天是太阳双鱼。只要她的月亮在狮子，你都会发现她骨子里面是一个女强人，不见得是女汉子，但是是女强人。她会觉得女性是一个能够罩得住人的一个角色。可是反观，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月亮狮子的男生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的这个能量被比较阴性的方式去呈现了，他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好好的去呈现狮子该有的那个阳性的能量。那他可能就会月亮狮子，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女性是一个印象中，他因为月亮掌管也跟母亲有关系，可能也就变成说，他小时候他的母亲可能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生，对，所以他会印象中会觉得说，女生她喜欢跟强势的女生在一起，因为有妈妈的熟悉感。但是跟这样女生在一起，她又觉得她的男性能量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好好的。对，所以月亮星座跟太阳星座在男女身上也会有不同的差异。那这个是我们在看每个人的状况底下会有不同的。所以阿派，所以我们在看阿派他抢输了马小兰的时候，马小兰后来去找他邀请他来参加 party 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时候他慵懒的躺在沙发那个什么凉椅上面，很像迪士尼狮子王里面的 Scar 的那个形象，就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对，我都已经输了的那种态度，就是那种我都已经输了，你来找我干嘛？我已经没有鬃毛了，你还来干嘛？但是后来他还是去送了礼物啦，或者是说为了阿高而去揍那个学长啊，其他他都还是重朋友，因为狮子再怎么样，虽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狮子的坏话，狮子说对不起哈，但是其实狮子他还是重朋友的，他是重义气的，对，所以他其实还是会去帮朋友去做一些事情，因为对他来说，大家就是你 happy 我 happy 嘛，男儿王里面讲的，其实狮子的这些特质还是让人家喜欢的。所以我可不可以结论是，阿派算是中等灵性的狮子？其实讲到灵性这个部分，大家好像就会想说，我只要今天做了某些事情，我的灵性就会所谓的是高灵性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之前提过，就是例如说运动员好了，运动员他往往是火星能量很强大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运动员他的表现是很好的，那他就可能就会得奖啊，变成国手啊。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不伦恋啊，或者是说出轨啊，很多性爱绯闻啊。对，因为其实火星这个能量，它会同时展现这些东西。运动国手你也会有绯闻嘛？那你这样到底他灵性高还低呢？又高又低，不高不低吗？对，也不是这样讲，所以它其实就只是变成说，我们的灵性是在于我们每一个当下的选择。那只是我们所谓的灵性高的这个人，他是在众多选择中比较多是选择比较能够正向的一面，对，正向发挥行星能量的。所以就是说，你即便10题你8题选择了比较正面的能量，你还是有2题是比较负面的。
这是一个平均值上面来说，所以并不代表说你做了某件事情你就是高。所以你看阿派他在剧里面，即便他加入帮派，然后他即便强势了之后的那个态度，可是他还是为朋友的、啊。所以原则上就是我们不管是阿派剧中的角色，或者是现实中我们的不管是运动国手，或者是你我，其实我们觉得都一直在灵性上面做摆荡。就像以前的电影其实就是二分嘛，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但我觉得现在的影视剧啊，都很好，就是说你是好人，你会做坏事，对，那你是坏人，他也会干好事，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其实他这样增加了整个在戏剧作品人物个性上面的层次跟厚度跟深度，会让你会觉得说，更能够去感受这个角色的内心的纠结，或者是说一些原因啦。好，没错。好，附带说明一下，就是阿派的角色嘛，朱宣阳嘛，我们也有讲一集哭悲，是一个最深层的恐怖跟欲望，或者是暴力血腥的一个集合体啦。我只能这么说。对，跟大家说一下，好，没有好，对。讲完阿派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少了一个什么耶。我觉得主角没讲到啊。你说小不点，小不点其实从头到尾贯穿的，而且他第一集跟最后一集都是主角对，都没讲到是怎样。对。那小不点这个角色，我要猜吗？我来猜一下，好不好？好哦。在整个戏里面看起来啊，我觉得他是需要爱的。他即便是在最后一集里面，其实他就是非常要爱。巨蟹座。你这样子怀疑是合理，那就是错。你开始抓到我的那个，但是你需要爱，但记不记得我们在《阳光普照》里面的陈建和，他也觉得他需要爱，然后所有的好都被哥哥拿走。对啊，他我觉得有点像，因为哥哥都是好的，然后家人也不太理他，然后他就去干一些事情去引大家注意，但是大家也没注意啊。那我们那时候讲陈建和是什么星座？不是金牛座吗 ？Hello， 我觉得姐不需要银杏，不过大家也可以点一下，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就是《阳光普照》里面也有讲哈，陈建和牡羊座，对啦，他是白羊座啊，白羊座，对啊，其实你看，连这么的不在乎别人的白羊座，这么勇往直前的白羊座，他都会需要爱。那我觉得当然就是这是一个参考点啦，就是说它的确是一个我们可以当做是一个利基的，因为我们是整个10集的一个电视剧，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参考点可以去形塑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更多就是小不点有更多是那种鬼灵精怪，很多的点子王，然后做很多挥雷的事情都要带头，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在想说，他很有双子、狮子或者是射手的这种感觉，有。对不对？其实他们都会是那种在孩子里面很孩子王型的角色，尤其他一直担任孩子王的时候，我都一度觉得他很狮子。对。但是从大家给他的评价以及他做的很多事情，就会觉得说，他会偷窥，他会跟踪，他贪小便宜。我会觉得他有更多其实是双子的那种感觉。双子啊，亦正亦邪，对不对？对，他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很调皮的顽童的这种形象，对，而且他会很爱跟你就是抬杠，对，因为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其实我有一些个案的互动的一些经历，然后以及就是我可能写一些文章，然后往往最容易跟我讲说，你写这个不准，不像我的第1名、第2名，往往一定会有双子座在里面。然后你一定要跟他再多讲一些说，好像有一点像，但我觉得不太像，就是他很爱跟你来这些，就是往往其实双子座很容易有这种状况出现，然后但是你会在他身上就是看到一种童趣，而且他也不会觉得他做错什么就很丢脸，他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子，即便你看他在第9集、第10集，到最后他都不会觉得说他这样做是错的。他只觉得他要回家，但他没有觉得他是错的。对，他有些人会觉得我错了，让我回家，他没有。对。而且双子是不是长得很可爱？双子，桃花脸。你说其实那个其实是说，如果你的星盘里面有比较多的星星落在双子，或者是你的上升在双子，
或者是处女的时候，其实你会比较容易是一个有娃娃脸的。对啊，我这个小不点很娃娃脸啊。他是小孩子啊。哦。但是这也就是另外也就讲到说，在神话故事里面，其实我们的双子座水星是由我们的爱马仕 Mercury 他来管的哈。那其实他是一个是非对错没有那么分明的一个神，所以即便就是我们维纳斯跟战神阿瑞斯他们偷情，然后被维纳斯的老公抓到的时候，所有的神都在旁边就是指指点点，但是只有水星对爱马仕，然后他就到旁边，然后就是觉得很有趣，但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他的展现出来跟其他神的那种比较道德的那种表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在双子座身上你会看到比较多，我就是调皮，而且我会觉得并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或错这件事情。对，而且不让人讨厌。对，这也是双子能量强的人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有些人开玩笑，你就会让你很火，然后会甚至觉得就是被侮辱到。可是如果说你的双子能量没有克相，然后是很多的双子能量比较偏重的人，其实他很容易开玩笑，开在一个很危险，然后让你快要生气，但是又不会生气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就是小 S 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双子座的能量展现。对，他就是会让你就是觉得他开的玩笑是在一个线上面，但是你又不会讨厌。很多人如果说他的很难哦，对，很难，这个真是一个很难的线。有些人一讲话，大家就火大了。他没开玩笑，大家都生气；开了玩笑更生气。OK， 对，好，所以小不点杜师傅认为是双子座，我觉得是双子，好，就是双子座。好，今天节目其实也讲很长，我又被那个摄影师一直在比数字，我越讲越快。没关系，其实，在《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一部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啦。其实很多的，不管是剧评也好，或者是写的，或者是影像，其实都很多。但是我们就是用我们认为的那个观点，从星座的观点来去看这件事情。那不晓得。导演觉得怎么样，或者是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要来问一下骆师傅，你觉得在这10集里面，哪一集最让你有感觉？我最喜欢的吗？对，你最喜欢，可能有一点不太主流哦，就是我喜欢的其实是第9集金鱼Teresa 那一集。真假的？对，你跟我一样。真假的？对。好哦。为什么？在这10集里面，其实特丽莎。在刚开始，我就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因为我没看过小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过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有个故事的大特，就是有角色的那个灵验而已，但是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故事，你知道吗？然后他的故事应该是跟性侵有关，对不对？那这个性侵里面，他又讲的没有那么露骨。烧到痒处，然后就一枪毙命那一种。对，就是我会喜欢的原因啦，是因为我看过小说。那小说里面的金鱼，其实它是已经成年之后的故事，它其实是是个，就是他的姐姐其实是是个妓女，对。然后在回忆这一篇的男主角跟那个妓女在做爱，然后做爱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人跟他小时候的一个女生很像，那个女生叫特丽莎，然后最后发现那个妓女是特丽莎的姐姐。怎么哪有世界哪有所以你看，如果说今天要改编成电视剧的版本，然后你不可能叫2个小孩子做爱吧？对，那你要怎么样用这个方式去讨论这个跟性或者是家暴或者是 anyway 有关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在这一集里面，导演他呈现的非常好，不管是他的隐喻的方式。或者是他画面呈现的情绪，我觉得是同时里面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支线，例如说长头饰被剃头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妈妈玩大家乐啊，对，这个都其实我觉得一些支线丰富了他的一些，就是衬托了他的那个时代感，而不会让你觉得说，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性侵，然后暴力，或者是某些东西，而且他就会觉得说，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然后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是用一种很童话，然后
隐喻的方式，没那么直接，我觉得就是一种美啦。重点是，其实我觉得整个戏看起来，就整个结构看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主菜很好，料加的也不错的一道菜。就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如果它能够再拍长一点，它会让它更多、更丰富啦。对，好，那不晓得观众啊喜欢的是哪一个，你也可以写下来告诉我们。哇，今天真的讲很长。天桥上的魔术师，不晓得大家喜欢哪一个，你可以留言给我们。那下次我们要讲什么呢？那我们就下次再聊。拜拜，拜拜。